尽管最近美债收益率的飙升，可能意味着美联储已经不需要在11月加息，但华尔街的一些人认为周四公布的通胀数据可能会动摇美联储鸽派们的这一说法。另外，普丁表示 OPEC 加将继续协调，以确保石油市场的可预测性，并强烈暗示限制全球市场供应的协议将继续存在。另外，我们观察到著名对冲基金经理1987年股市崩盘预测者表示，地缘风险极高，巴以局势明朗前不炒股。2024年第一季度美国将开始经济衰退，究竟真的是这样吗？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财经老师说，带您用宏观经济解读世界金融市场。如果您也有不动产买卖相关问题，以及股市投资经验的看法分享，都欢迎留言或私讯我们。另外，我会不定期在社群贴文分享近期不错的房产物件和值得注意的类股以及投资个股。如果您也喜欢这样的内容，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通知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美债收益率最近的飙升，可能意味着美联储不需要在11月的会议上加息。过去一周，多位美联储官员表示，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已经相当于加息。他们传达出来的歌声令投资者大举押注美联储将在11月暂停加息。根据芝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市场预计美联储11月加息的可能性仅为 15% 左右。上周这一概率为 28.2%， 一个月前则为 43.6%。但华尔街的一些人士认为，周四公布的通胀数据可能会动摇这群鸽派的说法。摩根大通首席美国经济学家 Michael Feroli 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在不是很需要进一步加息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可能会考虑到这种额外的金融紧缩状况。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风险的平衡倾向于在下次会议上保持不变。然而，如果本周公布的通胀报告强于预期，这可能会改变他们的这种权衡，并使他们觉得有必要采取更多措施。9月 CPI 数据预计将显示通胀有所放缓，其年率将降至 3.6%。 此前2个月美国的总体 CPI 一直在上升。核心通胀方面，9月核心 CPI 预计比去年同期上涨 4.1%， 较8月份 4.3% 的涨幅有所放缓。上周五的非农就业报告显示就业人数继续增长，但报告中的关键通胀因素如工资增长则有所放缓。安永首席经济学家 Greg Dayko 表示，这是一份不错的报告，但不是通胀报告。通胀目前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非农和 CPI 报告是美联储自2022年3月以来一直加息的核心原因。新冠疫情后劳动力市场的火爆和消费者的刺激支出推动了物价飙升。随着通胀达到40年来的最高水平，美联储开始加息，并希望试图恢复价格稳定。但在将利率上调至22年高点后，美联储有机会在不推动经济陷入衰退的情况下降低通胀。Truist 联席首席信息官 Keith Lerner 表示，市场想要的是这种金发姑娘情景，即经济增长强劲，但不会太强，同时通胀减弱。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可能会在美国通往金发姑娘情景的道路上发挥作用，即使经济数据既不太热也不太冷。 Dayko 说，当美联储说市场在代替他收紧货币政策时，他的意思是由于长期利率上升，这就意味着更高的资金成本。简而言之，随着借贷成本的增加，商业活动就会减少，这也将打击通胀，因为如果需求减少，通胀压力就会减小。俄罗斯总统普丁周三在莫斯科举行的俄罗斯能源周会议上表示，确信 OPEC 加合作将继续，这对于石油市场的可预测性以及最终对于全人类的福祉非常重要。OPEC 加成员国将全面履行承诺，成功应对所有挑战。当被问及 OPEC 加减产协议是否会延长时，普丁表示很有可能，我们需要与同事们协商，我们的决定是协商一致做出的。今天看来我们会继续合作。普丁指出有必要关注全球经济，并警告说如果不大幅削减供应，油价很可能已经跌破每桶$50。石油市场是平衡的，多亏了 OPEC 加的决定。普丁表示俄罗斯有能力用亚洲取代逝去的欧盟天然气市场。他指责西方精英在能源市场上播下了令人困惑的种子，称这种政治化举措的负面
后果影响到整个全球经济，现在必须予以纠正。因此 OPEC 加等负责任的市场参与者需要来确保稳定。媒体评论称，普丁表示 OPEC 加将继续协调，以确保石油市场的可预测性，并强烈暗示限制全球市场供应的协议将继续存在。普丁的上述言论是他迄今为止发出的最强烈信号，即 OPEC 加减产将持续到2024年，甚至可能更久。这一举措几乎肯定会支撑油价，对俄罗斯来说是件好事。上周10月4日，沙特和俄罗斯先后发表声明称，为维护市场稳定，两国将继续自愿减产石油至年底。沙特表示将在11月份继续自愿减产100万桶每日，直到12月底会再次对减产决定进行审查。俄罗斯表示本月将维持30万桶每日的原油出口削减，并重申计划在今年年底前持续抑制出口。自6月中旬以来，俄罗斯和沙特一直在 OPEC 加协议要求的基础上进行额外的自愿减产。几个 OPEC 加产油国在更早些时候的4月达成减产协议，减产将持续到2024年底。巴以冲突升级之际，能源市场是全球关注的重点之一。50年前中东开战后，美国陷入滞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陷入了2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亿万富翁投资者、著名对冲基金经理保罗·图多琼斯，在哈马斯上周末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之后，称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是他所见过的最具威胁和挑战性的，并预测美国将在明年年初陷入衰退。当前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美国严峻的财政状况，使得投资者面临极大的困难。他观察到世界现在有3个主要的火药桶，一是俄乌冲突，二是以色列战争，另一个潜在冲突在亚洲。现在的重要问题是哈马斯是伊朗的代理人还是仅仅是盟友。他说他会亲自等待解决方案，并评估以色列哈马斯冲突的潜在影响，然后再考虑投资风险资产。琼斯表示他并没有排除核战争的可能性。琼斯预测2024年第一季度美国将开始经济衰退。他称美国处于自2战以来最脆弱的财政状况，债务与 GDP 之比为 122%。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到2053年，这一数字将继续上升至 195%， 然后继续上升直到美国违约或恶性通胀。琼斯表示，随着利息成本的上升，美国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更高的利率导致更高的融资成本，从而导致更高的债务发行，继而带来进一步的债券清算，这使我们陷入了一个难以维持的财政状况。他还推测美国可能正在接近债券市场的明斯基时刻。他表示，该国需要在2025年前找到1万亿美元的储蓄，并应该提高大多数人的税收，削减开支，改革社会保障，并限制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就在1年前，这位亿万富翁说美国已经陷入衰退，或者接近衰退。自那以来，标普500指数飙升了约 20%。今年5月，他曾表示，美国将在今年第3季度或第4季度陷入衰退。在周二的采访中，琼斯还表示，他现在喜欢比特币和黄金，因为这2种投资在经济衰退期间通常表现良好。琼斯说，随着经济衰退的临近，投资者可能会向黄金投入至少400亿美元，而比特币也可能在谨慎的投资组合中占有一席之地。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里。你也喜欢用宏观经济看全球投资的机会吗？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帮我点赞以及订阅分享。YouTube 的大数据就会再推荐类似的影片给你哦。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拜拜。